位於新界東北面，荔枝窩係一處假日熱門旅遊嘅好去處，有多處極具特色嘅地方，例如係擁有300幾年歷史嘅荔枝窩村，係歷史最悠久、最具規模、保存得最完好嘅鄉村之一。村內根據風水學設計，以3縱9橫嘅形式，前低後高，依山勢排列，非常具有特色。喺村後邊仲有一處茂密嘅風水林，嗰度嘅樹木種類繁多，亦都係多種哺乳類動物同埋蝴蝶嘅重要生境。除咗鄉村之外，荔枝窩仲有一條全長1.2公里嘅荔枝窩自然步道，嗰度種滿咗好多奇特嘅植物同埋紅樹林，你都能夠感受到呢一度極高嘅生態價值。沿路走埋落去，三亞村係一處美麗嘅地方，位處於印洲塘水域嘅附近，加上獨特嘅地質風貌，風景秀麗，舒適宜人。趁住假期嚟荔枝窩行一趟，你都能夠細賞到印洲塘動人嘅美景，能夠探尋到大自然多姿多彩嘅一面。請大家跟住我行一趟荔枝窩，探尋嗰度嘅美景啦！請大家訂閱 David 大衛嘅頻道，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拍片動力。大家好，我係 David， 今日前往荔枝窩，我就會喺大學站嘅 B 出口出閘。出閘之後，我哋就轉左邊行，一路沿住右手邊嘅單車徑行上上邊。今日我哋會行到去馬料水碼頭，搭船過去荔枝窩。從地鐵站行過去碼頭都有一段距離，大概行10分鐘左右。沿住單車徑上天橋，再落隧道，再向住海邊嘅方向行過去。大家要留意返，我哋今日搭嘅星威實業街道呢，就只會喺星期六日同埋假期先會開出，而且一日只會有一班船，所以我哋要把握喺9點之前呢，要去到碼頭。去到隧道口轉右，我哋要去到新起嘅3號碼頭。走到去鹽蓬嘅位置，呢一度就會有售票處。荔枝窩來回嘅一位，呢度嘅船飛呢，可以買單程或者係雙程來回嘅，單程就係50蚊，雙程就係80蚊，視乎大家嘅行程。如果諗住行埋落去三亞村同埋烏蛟騰嘅話呢，就可以買單程票，離開嘅時候就可以喺烏蛟騰搭車走。如果都係諗住喺荔枝窩一帶嗰度遊走徘徊嘅話呢，就可以買來回船飛，記得尾班船係3點半。好啦，搭正9點呢架船就會準時開出。架船由馬料水開出，開到去荔枝窩大概需要1個半鐘頭。搭船嘅途中其實都可以欣賞到好多嘅風景，所以大家就唔好掛住瞓覺，錯過呢一啲美景啦。我哋嘅船橫越咗赤門海峽，第一站呢就會嚟到黃竹角咀呢一度。呢度可以揾到全香港最古老嘅沉積岩、鬼手岩同埋鬼面。咁嘅船經過嘅時候呢，都會盡量慢駛，俾各位遊客把握機會影相。好啦，離開黃竹角咀，我哋就會經紅石門駛入去印洲塘水域，可以望到呢一度有重重嘅山巒，非常之靚嘅景色。呢度呢就係紅石門啦。咁呢度赤紅色嘅地質奇景呢係非常之靚。有興趣了解紅石門呢，都可以留意返我上一條關於印洲塘嘅影片。穿過紅石門將會進入印洲塘嘅水域，大家將會見到一片超級靚嘅景象。印洲塘嘅英文 Double Haven 擁有一個得天獨厚，而且係一個天然嘅雙重避風塘嘅地理優勢，分別係被大鵬灣半島同埋印洲塘一帶嘅島嶼所包圍住，令到呢一帶嘅水域非常之風平浪靜。印洲塘嘅一大特色就係以水面靜物而見稱，所以大家可以睇到畫面上邊咁大片嘅海洋，竟然可以平靜到一個浪都冇，就只泛起住少少嘅漣漪，再加上群山嘅襯托，非常遼闊嘅視野，呢一度可以令你拋開一切嘅煩惱，平靜到就好似一塊平滑嘅鏡一樣，可以將群山同埋雲嘅倒影都影射出嚟。今日呢片海域呢，真係非常之靚啊！我去過咁多次印洲塘呢，都係第一次睇到咁靚嘅景象。所謂好花不常開，好景不常在，海面嘅起伏變幻莫測，良辰美景都唔係成日有，要碰得到都真係需要運氣。
想深入了解關於印洲塘嘅地理優勢，可以留意返我上一條關於印洲塘嘅影片。橫過印洲塘，我哋準備駛向荔枝窩碼頭。去荔枝窩，我哋有2種途徑可以去得到。第一種方法，我哋可以搭車去到烏蛟騰，再向住東北面行上去，大概行2-3個鐘就可以去到荔枝窩。而我哋今日坐船過嚟就比較簡單便捷一啲，個半鐘嘅船程，我哋就準備登岸啦。一落船呢，都會有好多嘅遊客，我哋就等其他人散開咗先開始行啦。落船之後往右手邊就係去鎖羅盆同埋鹿頸。今日我哋主要去左手邊嘅荔枝窩。呢幅嘅地圖呢，就顯示咗全長1.2公里嘅荔枝窩自然步道。而家我哋就喺呢個碼頭準備行去荔枝窩村，跟住就會去到荔枝窩村後邊嘅風水林，屬於一個荔枝窩特別地區。由嗰度開始行起，行到去魚塘嘅位置呢，就係成條自然步道嘅終結啦。成條嘅自然步道呢，可以發現到好多獨特嘅景象。而家就即刻出發帶大家去睇啦。呢度仲有一啲地質公園嘅守則，同埋荔枝窩附近嘅水域呢，都係屬於印洲塘海岸公園嘅範圍。咁我哋而家就準備行入村啦。碼頭嘅附近都可以揾到呢啲流動嘅花廁，不過呢2個花廁出奇地好乾淨，又或者行多幾步，村入邊都會有廁所。走到嚟呢度就係入村嘅門牌，行多10分鐘左右，我哋就可以去到村民嘅住所處。第一站呢，先會帶大家去到呢度擁有300幾年歷史嘅客家古村。呢笪空地嘅右手邊有一幅好靚嘅地圖。入村之前，我哋先了解一下呢一幅嘅地圖。呢一幅生命嘅地圖呢，仲會有埋海拔高度俾我哋參考嘅，咁就可以知道邊一條路行得比較會辛苦一啲。嗱，呢幅地圖呢，就比頭先嗰幅呢更加詳細，除咗自然步道之外呢，仲會顯示埋其他嘅郊遊路線。好啦，等我哋一齊了解一下呢度荔枝窩村嘅各種建築物啦。首先呢一間白色嘅建築呢，就係慶春約小型學校。係喺1927年建校嘅，亦都係呢度唯一一間嘅學校。學校嘅隔籬呢，就係祭祀嘅地方，分別就係協天宮同埋學生寺。喺呢一個大嘅廣場上邊呢，仲會有一個涼亭嘅。呢個涼亭亦都係好有特色，掛滿晒燈籠，亦都寫住慶春約太平清醮。咁沙頭角呢度呢，每10年都會有一度嘅慶春約太平清醮嘅。荔枝窩呢度嘅村民呢，都會好隆重咁去舉行呢一項嘅慶祝活動。有一啲移民咗海外嘅村民呢，都會專程喺呢一日呢翻返嚟祖屋呢一度舉行一啲道教嘅儀式，祈求未來風調雨順。咁對上一次舉行呢個儀式呢，就係2019年嘅12月。嗱，喺棵榕樹嘅側邊呢，就會有洗手間嘅。村民嘅住所呢，就係喺呢一個位置。喺牆壁上面就有介紹到村民住所嘅特色。咁荔枝窩村呢，就係喺新界東北地區嘅歷史最悠久、最具規模同埋保存得最完好嘅鄉村之一。到而家呢，已經有成300幾年歷史。咁佢嘅村屋建設呢，都係以一個風水學嘅理論去建設嘅，就係用一個3縱9橫嘅形式，依山勢排列，前低後高，一共有成200幾間嘅村屋。村屋嘅外圍亦都有圍牆圍住，非常具有特色。而喺村嘅後邊呢，亦都會有茂密嘅風水林，嗰度嘅樹木種類繁多，亦都係好多動物同埋昆蟲嘅棲息地。村民就好相信風水林以一個半月形環抱住村落，呢一啲嘅風水格局呢，有一個背山靠水嘅吉祥寓意，可以幫佢哋聚財擋煞，亦都可以減低自然災害嘅影響。喺村嘅隔籬，我哋可以揾到一啲嘅農地。以前呢一度嘅村民以農耕生活，亦都因為盛產荔枝，所以就有荔枝窩呢一個名。因為呢度推行緊復耕計劃，所以呢啲嘅農地都一樣保存落嚟。咁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入村睇一睇啦。喺入口處冇幾遠呢，就可以見到一個地質教育中心嘅，入邊呢會介紹咗好多當地人民歷史同埋一啲生態地質嘅概況。不過由於疫情嘅關係，今日就冇開啦。教育中心嘅隔籬呢，就會有嘢飲售賣，不過呢，就冇人看管，要自己攞嘢飲，同埋自覺俾錢落呢一個藍色箱上邊。荔枝窩村呢係一個保存得非常好嘅鄉村，屋內嘅設計呢都係左廁右廚，亦都係根據住風水學嘅佈局。
樓房呢，主要用一啲青磚同埋泥磚嚟建造，有圍牆，亦都有風水林，亦都係一個典型客家圍村。保育得好都有賴匯豐嘅贊助，舉辦咗一個永續鄉郊嘅計劃。而家荔枝窩嘅發展呢，主要係透過農田復耕計劃，以傳統村落活化保育同埋教育活動，三管齊下咁去推動郊區同埋鄉村可持續發展，保持住生氣同埋人氣。等我哋再一齊深入行入村入邊了解一下啦。Hello， 我哋就喺度復耕種田咯。有個復耕項目咁即係唔係原居民？唔係原居民，多數喺英國，大部分都。咁你有一啲回流翻嚟，咁佢又想自己耕翻自己田，我哋又做啲生活，咁咪合作咯。又有一個項目，有啲農產品呢啲都係自己種出嚟㗎，啲無機改名化。咁跟住就做咗啲花薯條。呢度環境好好，不過好靜，又隔涉啲咯，你要過啲簡單生活習慣，即係冇城市咁方便㗎啦。係啊。所以呢度係租翻嚟㗎。租同啲原居民租，佢都唔係好隨便租出去嘅。移民晒去英國、歐洲，即係細個原居民都走晒㗎咯。係啊，以前佢哋話住滿咗成千人嘅，唔話幾戶，但係60-70年代嗰陣，好多移民去嗰邊做開餐館、飲食嗰啲咯。呢塊田喺邊度㗎？呢啲我哋田啦，呢個係虎瞰道啦。咁喺度行落去5分鐘就到過咗條河，有7種有興趣試下我哋啲薯條。哇！咁正嘅啲薯條。係啊，啲薯條正啊！用自己種嘅材料喺田，譬如熱情果啊、木瓜啲木瓜、無機化木瓜、青條椒啦，咁啊洛神花同埋冬瓜、薏米青檸、咖喱葉醬果。哇！咖喱葉醬果好好食啊！因為我哋都係用時令嘅農產品嚟做。喺60年代起呢，好多嘅村民都已經係移居到去海外謀生。呢啲嘅樓房呢，就已經一直丟空咗好耐㗎啦。呢度呢，一共有成200幾戶嘅住所。喺50年代初嘅時候，最全盛嘅時期呢，有成1000幾人喺呢度住嘅。原本呢一個客家村落呢，係一個皇氏單姓嘅大村。後來呢，梅子林嘅附近呢，有一個曾氏嘅村落呢，佢哋嘅原居民分支就嚟到呢個荔枝窩村。咁啊，將呢個村變成一個雙姓嘅村落。最終呢，曾氏嘅村丁數目呢，遠遠拋離咗皇氏，咁令到荔枝窩村皇氏嘅人呢，就分支去到第二個地方立村，譬如係鎖羅盆啊、上水古洞等等嘅地方定居。所以呢度大部分居民嘅姓氏呢，都係姓曾嘅。嗱，呢度呢，就係明記茶座啦，咁就係第二個可以買到嘢飲嘅地方，同埋有一啲客家嘅小菜可以嚟呢度品嚐一下。好啦，呢一個荔枝窩嘅客家古村呢，就同大家介紹過啦。走出村嘅外圍，我哋將會帶大家參觀荔枝窩自然步道嘅末端。沿住呢條路行落去呢，就可以行返去烏蛟騰嘅。喺路牌嘅呢個分叉口嗰度呢，我哋抬頭一望呢，可以望到一棵超級古老嘅樟樹，勁多彎彎曲曲嘅樹幹分支，非常之獨特。喺路牌呢個分叉路口嘅上邊呢，就係荔枝窩自然步道嘅起步點。入邊呢，就可以探尋到好多新奇獨特嘅植物，一啲意想不到嘅景象。第一棵我哋可以睇到嘅植物就係呢一棵名為五指樟嘅大樹。呢棵樹嘅樹齡呢，就已經有成100年咁耐噶啦。佢而家呢，就有4條超級粗壯嘅樹幹，高有19米，直徑呢就有2.5米。點解叫五指樟呢？因為以前呢度呢，真係有5節好似手指一樣排列嘅樹幹。據講以前日軍襲港嘅期間，呢度係一個補給嘅基地，所以日軍呢想將呢棵樹斬咗佢。後來啲村民誓死捍衛，咁就淨係斬咗1隻手指。咁呢一度呢，就係自然步道嘅末端，亦都係一個荔枝窩特別地區。成個嘅風水林呢，種嘅樹種呢非常繁多，亦都保育得非常好。喺茂密嘅森林之中，鋪設咗一條好端莊嘅道路出嚟，我哋就可以好舒服沿途咁欣賞呢度嘅植物。通常風水林呢都會種呢啲嘅竹，除咗生得快之外呢，仲可以攞嚟擋風，而且佢嘅竹幹呢亦都可以製作一啲嘅家具，同埋攞嚟做晾衫架。再向前行，我哋可以睇到一棵超級特別嘅樹幹。原來榕樹係一種好霸道嘅植物，佢嘅樹幹亦都會伸出一啲嘅氣根出嚟，遇上其他嘅氣根嘅時候就會交匯融合，最終呢就會形成咗一個網狀。
呢棵嘅植物呢，就係由一個榕樹嘅樹根交纏住另一棵秋風樹。當榕樹根再變粗嘅時候呢，嗰棵嘅秋風樹呢就會死亡噶啦。呢度嘅風水林面積有成5.7公頃咁大，一啲喬木陳同埋林下植物呢就非常之茂密，經常都會有果子狸同埋豪豬出沒。咁呢度嘅植物呢已經係超過咗100種咁多，亦都會有罕見嘅鼎戶血桐、青藤公同埋金葉樹等等嘅植物。呢度嘅生物多樣性非常之豐富。啲人成日話想揾個樹窿傾偈，呢度真係有一個樹窿啊！呢一棵通心嘅秋風樹，估計因為中央嘅細胞呢受到感染，所以萎縮咗，形成咗一個小窿，而負責運輸養分同埋水分嘅細胞呢繼續生長，所以個窿呢就越擴越大。好啦，風水林呢就同大家睇過啦。咁喺呢個森林上邊呢，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從來未見過嘅植物，一啲網狀交纏住另一棵樹嘅植物，亦都有通心樹、五指樟等等，好多都樹齡過百。都真係一個幾特別嘅見識。大家喺打卡嘅同時呢，亦都要小心保育呢一啲嘅樹木。沿住荔枝窩村，我哋就可以行返出去出邊廣場嗰一度。咁正嘅環境，原來大家呢係可以喺呢一度留宿嘅。因為喺早年呢一度呢推行咗一個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村計劃。咁首批呢就將16間嘅村屋改建成為一間度假屋，亦都獲城規會批准。緊接仲有第2期嘅計劃，亦都係將14間嘅村屋改建成為一間度假屋。沿住自然步道一路行返落去下邊，廁所同白公樹嗰個位，我哋就可以出返去廣場嗰一度。廣場嗰一度仲有呢一度最古老嘅建築物，就係呢一個協天宮同埋學生寺啦。協天宮呢就係供奉關帝，而學生寺呢就係供奉觀音娘娘嘅，都係用上一啲好靚嘅錦旗刺繡。嗱，頭先呢就同大家參觀過古村啦，同埋呢度嘅風水林。跟住我哋就會沿路走埋呢一個自然步道，去到魚塘嘅位置。嗱，喺村嘅前邊呢，就會有一堆嘅農田，就係頭先參加復耕計劃嘅農民呢種瓜種田嘅地方。呢度周圍都係樹木，空氣環境非常之清新。沿住岸邊嗰度呢，仲會有紅樹林啦，同埋一個魚塘嘅。魚塘嗰度呢，就係成條自然步道嘅終結。咁我哋而家呢，就會行過去嗰一度啦。成條嘅自然步道呢，可以欣賞到好多生態唔同嘅一面。行完自然步道嗰一度呢，我哋仲會行埋落去三亞村嗰度，亦都可以欣賞到山明水秀嘅印洲塘美景。再行埋落去三亞涌，亦都可以睇到一個超級靚嘅紅樹林。大家唔好睇小呢一條河流啊！眼前呢一條河流呢，就係昔日荔枝窩村民賴以為生嘅水源，收集咗好多附近土壤豐富嘅礦物，匯流到村前邊，灌溉下游嘅農田，最終呢就會注入平靜嘅印洲塘海岸，將侵蝕返嚟嘅沙石喺岸邊沉積落嚟，形成咗一個泥灘同埋紅樹林嘅新景。頭先嗰棵好多樹藤伸出嚟嘅大樹呢，就係罕見嘅銀葉樹，前面可以睇到一大堆嘅銀葉古林。喺潮退嘅時候呢，呢一片嘅泥灘係比起近海呢更加乾旱，只有銀葉樹呢一啲少數嘅植物可以喺呢一個環境上面生長，成為咗古林入邊主要嘅植物，一棵最高有11米咁高。銀葉樹另一個特性呢，就係喺一個浸咗水潮漲嘅環境上邊，泥土變得鬆軟嘅時候呢，根部為咗支撐樹幹呢，亦都會生長成為一個板根出嚟，直立支撐住樹幹，增加個穩定性。呢度呢，就係非常有特色嘅銀葉古林，可以睇到一啲銀葉樹呢，亦都會長出一啲板根支撐住身體嘅。呢度除咗銀葉樹之外，林內亦都有好多嘅白花魚藤，好似一條巨網咁周圍穿梭，估計亦都生長咗成100幾年咁耐。行出岸邊呢一度就係河流沙石堆積成灘嘅紅樹林。喺呢個紅樹林海水入邊呢，有一啲有花嘅植物矮大葉棗。呢個泥灘上面就可以揾到全香港最大片嘅矮大葉棗海藻床，面積有2公頃。喺潮水極低嘅時候呢，可以喺泥灘上面睇到呢一個好似地氈咁嘅海草。海草就係唯一一種植物係可以俾海水浸住，亦都可以生存到嘅植物。長條狀嘅葉形成嘅海草床，亦都係為呢度嘅生物呢提供咗一個隱蔽嘅地方同埋產卵嘅地方，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生境，維持住一個好重要嘅生物多樣性。
地下呢好多嘅白花魚藤嘅蘭藤，係咪好似森林入邊嘅蟒蛇一樣呢？呢一帶嘅生態環境呢，真係一處好獨特嘅地方，唯獨呢一個地方先有，其他地方係揾唔到，所以都好值得一嚟。繼續往前行呢，我哋就可以望返頭先介紹過嘅客家古村。荔枝窩村係一個背山面海，典型嘅風水學格局設計。以前呢一度亦都有海盜出沒，所以村前亦都興建咗幾尊嘅大炮作為防禦。廣場嗰度亦都樹立咗2尊嘅大炮，保存完好。嗱，呢啲嘅農地呢，就係頭先復耕計劃嘅農民所種植嘅地方。穿過呢一個樹林呢，大家經常都會見到一啲好似芒果形狀嘅果實，大家千祈唔好多手走去摘。呢啲其實係含有劇毒嘅海芒果，食咗之後呢，可以致命。白色嘅汁液亦都可以令到皮膚敏感，甚至致盲。咁海芒果呢種紅樹植物呢，喺夏天嘅時候呢，就會開一啲有香氣嘅白花，秋天嘅時候就會結成果實啦。紅色嘅果實就好似芒果一樣，最終成熟嘅種子呢，就會跌到海入邊，隨住水漂浮，散播到其他地方繁殖。紅樹林常見係一啲熱帶同埋亞熱帶地區嘅潮間帶。荔枝窩嘅真紅樹林嘅物種呢，非常之多，包括係老蕨、同花樹、白骨漾、木欖、海漆、銀葉樹、秋茄、欖李。紅樹嘅根葉同埋幼苗呢，都係有一啲特別嘅結構，可以抵禦泥灘惡劣嘅環境，都能夠生長得到。嗱，嚟到呢個分叉口呢，右邊嗰條路可以通去甲塘。甲塘村嗰度呢，就係一啲范氏家族嘅客家村落。今日我哋就唔去啦，繼續沿住岸邊行埋呢條自然步道先。再行冇幾遠，差唔多就行晒成條嘅荔枝窩自然步道。喺紅樹林入邊，泥灘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生境。紅樹嘅落葉為海洋生物提供咗食物，中環交錯嘅樹根亦都係佢哋嘅庇護所同埋繁殖場所。候鳥亦都會喺呢一片泥灘上邊補給同埋棲息。好啦，行到呢度就同大家上完一堂嘅生態課啦。去到呢度呢，差唔多就係自然步道嘅尾段啦。而呢條路行上去呢，就係一個觀景台。咁呢度呢，就可以觀賞到一啲好獨特嘅岩石。呢度有好多紅色嘅粉砂岩。鄰近印洲塘嘅岸邊都好容易可以揾到啲紅色嘅岩石，因為佢哋嘅含鐵量高，經過氧化之後就變成紅色啦。而要揾最紅最靚嘅岩石，就一定要去到紅石門嗰一度。上一條關於印洲塘嘅影片都有介紹過，有興趣可以上返去睇返。咁呢度呢，除咗紅色嘅岩石之外呢，仲可以睇到一啲七彩嘅岩石，就好似馬屎洲入邊嗰啲岩石一樣，都係非常之靚，非常具有觀賞價值。紅色嘅粉砂岩呢度就係成條自然步道嘅終結。不過要睇岩石呢，其實仲有一個地方可以睇得到，就係喺魚塘側邊嘅呢條小堤壩嘅末端，仲有一啲意想不到咁靚嘅岩石，即刻帶大家去啦。嗱，呢度繼續向前行呢，就可以去到三亞村嗰一度。不過我哋陣間先去，而家就帶大家去堤壩嘅尾段睇嗰一度嘅岩石。其實站喺堤壩呢一度呢，都可以欣賞到一個好靚嘅風景。伸出嚟嘅呢條堤壩，我哋就可以用另一個角度望返去山上邊，係幾咁山明水秀呢。頭先用航拍機都睇過呢一度有好多個魚塘。繼續向前行呢，可以揾到一條好特別嘅橋。唔知呢一條橋有咩用嘅呢？咁其實荔枝窩對出嘅呢個海域呢，都係屬於印洲塘嘅範圍。喺海岸公園嘅範圍呢，都係嚴禁捉魚，亦都係受到保護，所以呢一帶嘅海域都係非常之靚，非常乾淨。呢度嘅山林亦都係生得超級茂密同埋超級翠綠，所以坐喺堤壩上邊欣賞呢一個咁靚嘅風景，都係一個幾寫意嘅活動。望住好靚嘅藍天白雲、碧綠嘅山、平靜嘅海洋、寧靜嘅環境，都係一種享受。難怪住喺度嘅村民都唔捨得離開呢一個地方。終於走到嚟末端嘅位置啦。咁呢度呢，可以睇到啲岩石呢更加獨特，有七彩嘅顏色。呢度亦都係風化得好犀利，呈現一個魚鱗嘅形態。再行入多少少，我哋可以望到一啲雪白嘅岩石，亦都分開咗一層層，似覺得非常齊口。行入去睇，咦，可以發現到一啲千層蛋糕嘅石頭喎。哇，真係非常之特別啊！亦都係好似千層蛋糕一樣，非常齊口。
行過少少，呢一度仲有一啲七彩嘅岩石，淡黃色嘅岩石，再加埋一啲雪白嘅紋理，真係非常之獨特。喺呢度呢，俾我發現咗一塊好似烏龜嘅石頭啊，就係眼前呢一塊啦。呢啲石頭嘅 pattern 呢，似唔似龜背上面嘅裂紋呢？頭部呢都係非常之神似啊！咁喺高空上面影俾大家睇呢，似唔似一隻烏龜打側瞓咗喺水面呢？呢啲岩石嘅顏色呢，真係非常之靚啊！堤壩嘅呢個位都係一個值得嚟打卡嘅地方，夠晒僻靜舒適，亦都可以遠離市區嘅煩囂。咁去到呢度呢，成個嘅荔枝窩村基本上就介紹晒呢度嘅特色啦。如果買咗來回船飛嘅朋友，亦都可以行埋嚟呢度玩。尾班船係3點半，有5個鐘時間，足以夠你喺呢一度慢慢細想每一處嘅地方。呢度每一處嘅地方都係充滿住特色。例如係客家村落文化特色、生態價值嘅特色，同埋呢度嘅地質特色，絕對值得趁住假期嚟呢度走一趟。喺堤壩嘅隔籬呢度仲有好多嘅魚塘，呢個嘅魚塘可能都係復耕計劃嘅其中一部分。有埋呢一個魚塘，成個嘅農村文化就非常完整啦。荔枝窩呢一度行完之後呢，我哋將會去到下一條村三亞村。喺去之前呢，大家一定要考量翻自己嗰個回程時間充唔充裕。買咗來回船飛嘅朋友呢，就比較匆忙啲啦。如果想去三亞村呢，建議大家買單程嘅船飛，離開嘅時候呢，就可以直接行埋落去烏蛟騰搭車離開。去三亞村嘅路程都頗長，大概要45分鐘。沿路一直走就嚟到呢一個分叉口，而右手邊有一間小店餐館，叫做綠悠遊山莊，而左手邊呢，就係合益蜂場。呢度就已經係三亞村啦。兩條路呢都可以通去三亞村，而右手邊嗰條路呢比較新啲，我哋就行呢一條啦。行出出邊陽光嘅地方，呢一度真係綠油油一片，非常之清新。有一大片綠油油嘅平地，亦都有一排嘅大宅。呢個地方好耐之前嚟過嘅時候呢係丟空咗嘅，而家呢就發展成為一間山莊，主要嚟呢度買嘢飲補給，但係呢度嘅店主非常之熱情。我好中意法國啦，我覺得法國呢，咁呢以前呢1970年代呢，香港就比較困難嘅，咁呢我哋呢就移咗民呢，就移咗民去法國，咁啊喺法國呢就40幾年，就一路做飲食，做到而家我都喺度做緊嘅，咁呢就近年來呢就咁啊退休啦，退休跟住啊翻嚟呢度又玩下啦。真係好好享受。我最中意呢度呢，就係冇機器聲，係啦，就冇機器聲。咁呢，嗰個海又好似我私家泳池咁樣。咁我哋呢，點解會搬翻嚟呢度嘅？點解會？唔係啊！我哋即係突然間即係啲興趣有咁嘅計劃。咁啊，大家傾咗好多年㗎啦。咁啊，實施呢就係呢1-2年咁啊，好啦，我哋去啦，大家一齊去翻啲祖屋啊，重建祖屋啊咁樣啦，都唔易㗎，都唔易啊，真係搞到咁嘅規模，真係我哋都好高興。有咩緣故令你哋想翻嚟呢度呢？思鄉病啩，每個人都有啲咁嘅思想嘅，因為自細喺呢度出世。跟住幾歲又離開咗啦，跟住又大咗翻嚟，即係好多以前嘅嘢呢，我哋都未玩過喎。嗱，捉魚啦，我哋由細個又唔俾我哋去游水，阿媽阿爸又唔俾去，係咪啊？即係呢度鄉下地方，交通唔方便，睇個醫生啊，攞命啊，真係。以前呢，我哋出去沙頭角呢。每個星期咧，只能夠出去就係約，即係有船過嚟啦，即係啲街道啦，就兩至3次啦。以前如果我記得就有吉樹啦，自己開田啦，希望即係搞靚呢度咯。係好味，好。係啊，佢法國做廚㗎嘛。係啦。法國咧，我自己又
一睇就知係米芝蓮㗎啦。冇，我哋咧就即係對飲食，我哋真係講真，我喺法國做咗40幾年都係做飲食嘅，所以我而家咧翻到嚟呢度咧，有客我哋就做，冇客咧我哋就自己喺度享受咯。山莊嘅老闆有一段童年嘅回憶，因為思鄉，所以聚首一堂返嚟祖屋呢一度過住退休嘅生活，能夠感受到佢幾咁緬懷過去，同埋幾咁珍重呢一片嘅大自然。綠悠悠山莊係一個充滿人情味嘅餐館，佢哋喺法國做咗40幾年飲食，呢度嘅小菜一定有返咁上下水準。路過嘅你哋不妨試一試佢哋嘅小菜，望住綠油油一片嘅田野，真係非常之舒服。唔怪得佢哋退休都要搬返嚟呢度住。頭先合益豐場同埋綠悠悠山莊嗰條路呢，都可以通嚟呢度。下一站我哋將會去到三亞村嘅碼頭，睇一睇佢描述嘅私家泳池有幾靚啦。走到去前面嘅十字路口，往碼頭方向就喺左手邊，直去呢就係去三亞涌。而家就去碼頭觀賞一下先啦。行多幾步就可以見到三亞村印洲塘嘅美景，就係呢一度被山包圍住嘅水域，藍綠色嘅海水非常之靚，而且呢一個海域被山環抱住，所以海面亦都非常平靜。我諗冇一個私家泳池可以比得起呢一個天然嘅泳池。我哋而家置身嘅範圍就係印洲塘海岸公園水域入邊嘅三亞灣。我哋都知道印洲塘嘅水域海面係非常之平靜，而三亞灣呢度仲要俾一啲山環抱住，就更加平靜啦。行出碼頭嗰度可以欣賞到好靚嘅山明水秀風景，真係冇一個私家泳池可以同呢一個天然嘅泳池相提並論。大自然真係相當美麗，住喺呢度嘅人真係相當幸福，能夠享受呢一片大自然嘅樂土。沿住涼亭可以一路沿岸行埋落去，不過今日時間有限就唔行啦。好啦，返去十字路口，我哋去埋最後一處嘅三亞涌就完結今日嘅旅程啦。沿住石屎路行落去，可以揾到一啲紅茶色嘅濕地，呢一度就係其中一個嘅紅樹林啦。加設咗呢一啲嘅圍欄，就係為咗保護呢一片嘅紅樹林，亦都唔影響我哋觀賞紅樹林。再行前多少少，咦，一大片紅茶色嘅濕地，正似得波平如鏡，亦都好似塊鏡咁照出成座山出嚟。喺呢一度玩一玩航拍機，俾大家睇一睇高空上邊呢度嘅景象啦。呢度嘅紅樹林唔算大，不過就好靚啦。一嚟呢一度呢，好容易可以靠近觀賞。同埋呢度濕地嘅顏色好獨特，而且好配合周圍嘅環境，有山有水，好似一個村落上面嘅湖泊一樣。喺一路之隔就分開咗兩邊嘅水面，唔同嘅顏色，有一種強烈嘅對比。紅樹林嘅隔離有一個十字嘅路口，就係頭先走過嚟嘅路，相當獨特，亦都綠油油一片，非常之靚。呢個咁寧靜嘅地方就係三亞村啦。好啦，欣賞完紅樹林，我哋繼續沿住呢一條路行過去，望返出去濕地嘅另一邊，呢度亦都係頭先睇到嘅三亞灣。無論係海陸空三種嘅景象，都係非常之動人。不過想欣賞最靚嘅三亞灣風景，呢度都唔係最靚嘅地方。一陣帶大家去兩個我覺得觀賞三亞灣風景最靚嘅地方。其實每一處嘅觀賞點都係非常之靚，不過呢度就冇地方可以坐低。繼續向前行，右手邊呢會有一條小路可以望返去濕地嗰度。呢條路被開闢出嚟，相信就係為咗觀賞紅樹林嘅天空之鏡。由呢度望返出去呢，都可以睇到好多嘅倒影，有天空、山同埋一啲房屋。為咗唔好破壞到紅樹林，大家就唔好行得咁入啦。上邊亦都係一個觀賞點，不過呢度就好多雜草遮住啦。行到直路嘅盡頭，呢度正正有一啲座位，俾我哋可以靜靜坐低觀賞呢一度華麗嘅風景。呢度就係我覺得欣賞成個三亞灣風景最靚嘅地方。有幾靚呢？等我哋一齊睇下啦。
行出少少，一排排翠綠嘅山巒就可以映入眼簾。呢度嘅角度位置都相當優秀，遼闊開揚，大自然嘅景象非常豐富。喺呢一度坐一日欣賞風景，都真係幾寫意悠閒。香港入邊你都幾難揾到一片好似呢度咁寫意悠閒、咁靚嘅地方。呢一度所有生態嘅景象都係咁靚，紅樹林、海面、水質、山巒、地質全部都係非常之靚，而且互相映襯，帶出一種非常舒服嘅感覺，真係非常之靚，靚到唔捨得離開。如果大家都會嚟埋三亞村嘅話呢，就一定要買單程嘅船飛，咁就可以慢慢欣賞呢度嘅風景。日落黃昏先慢慢行返出去，唔使趕頭趕命。好啦，沿路行過去呢，仲有一處都係欣賞風景好靚嘅地方。呢條岩石路相當特別，有一條坑咁，右邊亦都有啲繩俾我哋可以捉住。好啦，另一個觀賞三亞灣嘅地方就係從呢一條小路行落去，喺面向大海嘅最右手邊打側望返過去，正前方就可以望到翠綠嘅山巒，而且呢一度仲有啲紅色嘅岩石，就係呢一度啦。咁從呢度望返出去前面嘅風景一樣係非常之秀麗。呢度雖然冇紅石門咁靚，但係都有紅石門嘅影子，而且呢度勝在比起紅石門更加容易到達。好啦，上返去頭先嗰一條路，我哋沿住上面嗰條路繼續直行，去到最後一個地方三亞涌，亦都係影片最後嘅一個地方。第三個紅樹林就係從呢度嘅海水一路會流落去三亞涌嗰一度。我哋沿住呢條路行落去，穿過山林，就可以去到三亞灣嘅南面。三亞涌就係呢一片生機勃勃嘅紅樹林啦。好，等我哋再行深入啲觀賞一下啦。咁呢個紅樹林有別於頭先嗰兩個嘅紅樹林，佢係俾其他嘅山環抱住，感覺上好似受到山嘅庇護，好有天然嘅美感。喺山林之間嘅紅樹林創出嚟嘅倒影就更加靚啦。呢片嘅紅樹林係三亞涌一個好重要嘅景點。呢度靚嘅地方，除咗佢置身於山林之間，仲有呢度嘅川流悠悠捲流，非常之靚啊！由於流動緊嘅水，亦都帶動咗呢一度嘅生物多樣性更加豐富，有生氣，所以呢一個紅樹林亦都係充滿住生機。最後帶大家飛一次，從高空上邊欣賞埋最後一處嘅景點三亞涌紅樹林。高空上面就可以睇到呢一個紅樹林，一個流動緊嘅河川溪流，一路流向山林入邊。螺旋形嘅呢個靜止嘅位置就係紅樹林所在嘅地方，俾一片茂密嘅森林孕育出嚟嘅一片淨土。呢個河川溪流就將一啲養分帶到去紅樹林呢一片淨土上邊，繁衍出更加多嘅多樣性。蜿蜒彎曲嘅川流真係非常之靚。如果以紅樹林嘅山勢美感嚟睇，我覺得呢一個紅樹林係最靚嘅一個紅樹林，真係不得不讚嘆大自然帶俾我哋嘅優美風景。呢條嘅川流就係從頭先三亞灣嗰度流落嚟呢一度，最後嘅一處景點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咁希望你都會中意呢一條嘅影片，中意呢條片嘅話呢，可以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同埋記得將條片分享俾你中意郊遊嘅朋友。請大家訂閱 David 大衛嘅頻道，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拍片動力。最後離開嘅時候呢，我哋就可以沿住呢條路一路行落去烏蛟騰嗰一度，就會有車可以搭返去市區。